乌军成功击毁顿涅茨克俄军阵地，战况升级。乌军在库尔斯克战场大败俄朝联军，连续空袭打击俄罗斯能源设备。俄罗斯粮赞炼油厂爆炸起火，乌克兰战场收获俄军俘虏。乌克兰空袭库尔斯克指挥阵地，海军成功击落俄军导弹。乌军猛烈袭击罗斯托夫空军基地，萨拉托夫传出剧烈爆炸声。俄方称乌军今年首次空袭莫斯科，3大机场被迫关闭。俄军伤亡突破83万，乌克兰无人机再袭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美国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给乌克兰。以色列指责哈马斯再次违反协议，美国向以军提供2000磅炸弹。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远山，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2025年1月26号，俄乌战争进入第1068天。根据最新的俄乌前线战况，乌克兰部队在顿涅茨克地区继续抵挡俄军的进攻，并成功摧毁了俄军在托列茨克的一个重要阵地。诺尔报告指出，在1月25号前后，乌克兰军队与俄军在托列茨克郊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成功阻止了俄军的推进。乌克兰第120侦察团与101近卫旅与俄军进行了长时间的巷战，显示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坚守。战斗中，101旅第4营的无人机部队发挥了关键作用，精准打击了俄军阵地。在这一战斗中，俄军刚刚发起的一次冲锋被乌克兰军队成功挡住，俄军被迫退回自己的防线。乌军趁机利用无人机对俄军阵地展开反击，投掷多枚炸弹，精准命中目标，爆炸声和浓烟弥漫在顿涅茨克上空。此前呢，乌军收复托列茨克的一部分建筑群，并在当地建立了新的防线。然而呢，面对俄军在顿涅茨克的进展，乌克兰部队仍然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与此同时，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的攻势也在加剧，增派了兵力。乌克兰的第1总统旅和第92突击旅参与了战斗，在经过1天激战后，俄军暂时撤退。在国际援助方面，瑞典计划提供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援助。根据图片报报道，瑞典在2025年至2027年间将向乌克兰提供约71亿美元的支持，并在乌克兰境内建立装甲车维修设施，直接提升乌军装备的维护能力。此外呢，乌军第24机械化旅首次使用了美国提供的 ADAM M692 炮弹。这种155毫米炮弹非常厉害，每枚包含多达36枚 M72 地雷，预计将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随着西方援助力度的不断加大，乌克兰的战斗力也在持续提升。1月25日夜间，乌克兰军队第95空突旅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大索尔达斯科耶与俄朝联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凭借先进的装备，乌军成功击败了联军。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称，这是朝鲜军队兵败后首次溃逃。目前乌军凭借优势装备控制着苏贾周围高地，开始居高临下炮击联军阵地。俄罗斯情报部门警告称，乌军正在库尔斯克后方的苏梅州进行大规模集结，可能正在准备发起一场重要攻势。虽然乌军在库尔斯克战场的兵力少于俄军，但他们对俄军形成了强大的压制力。乌军在库拉霍夫希尔维斯克的顿巴斯中部地区有59个旅，在北顿莱曼库皮扬斯克一线也有20个旅，防线相对较为稳固。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最新消息，截至25日22点，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共与俄军发生了159场冲突，其中俄军进行32次空袭，发射了59枚滑翔炸弹。乌军阵地和定居点遭受超过4000次炮击。乌军呢，则成功消灭了1720名俄军士兵，伤亡比为1:1。俄军仍以轻步兵和小规模渗透的方式推进，但未能在多个战线上取得显著突破。尤其在红军城一带，俄军距离第1道防线仍有约4公里。
波克罗夫斯克军事管理局局长谢尔盖·多布里亚克1月25号表示，截至当天，所有的儿童都已从前线城镇波克罗夫斯克撤离，那里仍有近7000名平民。他说，我们相信乌克兰武装部队，希望我们不会看到城市战斗，但我们正在与乌军一起为保卫这座城镇做好准备，因此呢，疏散的必要性仍然存在。哈尔科夫方向，小股俄军向斯塔齐亚的俄乌军阵地发起的进攻被乌军第101旅第2营击溃，该营使用巴巴亚嘎导弹无人机摧毁了俄军的一个车队。在库皮扬斯克、莱曼、希尔维斯克方向，双方仍在拉锯。恰索夫亚尔方向，俄军在卡里尼夫卡村集结了2个连，强渡顿巴斯运河，遭到乌军反击失败。战斗中，乌军第3机步旅士兵在不断的咒骂，兽人滚出我们的领土，兽人滚出我们的领土。这句话出自于2023年巴赫穆特之战中乌军第67旅呼号安详的排长口中。安详是一位战斗经验丰富的基层指挥官，带着一个排挡住了瓦格纳雇佣兵400人10余次冲锋，被包围后边开火边骂，兽人滚出我们的领土。他虽然在俄军的炮火覆盖中最终倒在了巴赫穆特，但这句话却从此成为了乌军对侵略者最强烈的诅咒，也凝聚着乌军士兵对家园深深的爱。托列斯克方向的战斗仍以巷战与城市攻坚战为主，场面混乱，战况暂不明朗。在南线赫尔松两岸，双方隔着宽阔的第聂伯河相互炮击，流出的视频中，彼此的炮火密度极高，军营、前沿阵地甚至定居点被大量摧毁。空袭方面，乌军1月25号再度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400架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多个目标，包括首都莫斯科，造成了大量的爆炸和火灾。这次袭击让莫斯科市民真正感受到了战火的临近，俄罗斯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除了乌克兰远程打击造成的爆炸起火外，俄境内不少城市出现了市民纵火、焚烧政府机构事件，引发了极大的社会性恐慌。乌克兰军情局官网调侃，我们一定不会让俄罗斯庞大的消防员队伍失业的。乌克兰继续加强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打击，重点瞄准俄军的能源设施。最新消息显示，1月25日夜，乌克兰再次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俄罗斯梁赞列油厂，造成严重爆炸和火灾。火光迅速蔓延，浓烟笼罩梁赞上空，现场画面显示火势愈发猛烈，夜间异常显眼。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首次袭击梁赞列油厂。2天前的1月23日，乌克兰已对该地进行了空袭，导致2万吨储油罐起火。梁赞列油厂是俄罗斯5大列油厂之一，年产油量占俄罗斯总列油量的 5%， 并且是重要的出口基地。乌克兰对该厂的连续打击，无疑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造成了重大影响。预计未来，乌克兰可能会继续对俄罗斯的其他列油厂发起类似袭击。在前线方面，俄罗斯继续在哈尔科夫周边发起突袭，意图攻占沃夫昌斯克。尽管俄军曾在去年对这一地区发动过猛烈进攻，但被乌军成功抵挡。目前，乌军再次击退了俄军的偷袭，并在战斗中俘获了6名俄军士兵。俄方对此事件尚未作出回应，相关战况仍需进一步确认。同时，俄军对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攻势依然在进行，但至今未取得大的进展。乌克兰则持续反击库尔斯克前线，战事依旧焦灼。最新消息，乌军空袭了库尔斯克的俄军指挥阵地。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1月24日，乌军在击退了俄军的机械化进攻后，发动了局部反攻。在库尔斯克东部，乌军第61旅对俄军控制区展开突袭，侦察到俄军位置后，使用了多架 FPV 无人机进行精确打击。无人机精准命中俄军指挥阵地，爆炸声不断。现场画面显示，俄军的武器仓库似乎也被击中，里面的弹药被点燃，引发了不小的火灾，正不断朝库尔斯克的上空冒着黑烟。自1月20日以来，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的战事仍没有减弱的迹象。
俄军没有在这个期限内击退乌军，于是加大了攻势，但目前效果并不明显。而乌军也扩大了行动范围，同时升级了远程打击的规模。早些时候，他们就向库尔斯克连发了14枚增程导弹。在这几天的战斗中，乌克兰还击毁了俄军在库尔斯克的地面卫星站，重挫了对方的通信系统。与此同时，在东部战场，乌军的阻击战也没有停下，他们的海马斯火箭弹正持续袭击俄军的高价值装备。据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的报告称，近期他们打掉了2套 Buk 防空系统、1台 Zoopark 雷达和 Yastreb 雷达，外加2辆风信子 S2S5 自行火炮。另一方面，乌克兰海军也逐步参与到前线的战事中，并开始击落俄军的导弹。日前，俄军战机向敖德萨的皮夫丹尼贸易港发射了 Kh-59 巡航导弹，但乌海防部队发现并击落了这枚导弹，避免了港口基础设施的破坏。在空袭莫斯科后，乌克兰显然没有放缓远程打击的步伐。据最新消息，1月25日夜间，罗斯托夫的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遭遇乌军袭击，基地发生火灾。诺尔报告指出，乌军发射了10多架无人机攻击罗斯托夫的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袭击后，基地周围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无人机与俄军防空火力的交织声持续了1个多小时。随之而来的是该机场的工业区起火，俄军的一个大型仓库被点燃，火势蔓延。目击者提供的视频显示，基地已被火光笼罩，浓烟在夜空中显眼可见。此次袭击是乌克兰对罗斯托夫这一重要军事目标发起的最大规模攻势之一。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停放着俄军多种战机，长期以来一直是乌军的重点打击对象。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曾空袭过该机场，重创了俄军的装备。与此同时，乌军还向萨拉托夫一带发射了无人机。俄罗斯多个频道报道称，在该城市上空先后传出了约6起爆炸声，但具体战况尚不明确。在过去几天的其他袭击中，乌军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和军事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乌军对粮赞炼油厂进行了猛烈攻击，造成2万吨储油罐起火，并引燃了多个储油设施。粮赞炼油厂是俄罗斯5大炼油厂之一，产油量占俄罗斯总炼油量的 5%。此外，乌军还证实攻击了布良斯克的克里姆尼埃尔军工厂，该厂为俄军的 S-300和 S-400防空系统提供电子设备。俄军声称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空袭，表示在包括莫斯科在内的13个地区，共击落了超过121架无人机。然而，俄方并未透露具体损失数据。外界普遍认为，乌克兰可能会继续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插播一条最新消息：乌克兰再次对莫斯科地区发动空袭。据悉，1月24日凌晨，乌军向莫斯科多个区域发射了无人机，导致莫斯科的3大机场暂时关闭。报道称，莫斯科市区多地传出了不同程度的爆炸声。市长索比亚宁证实了袭击事件，并表示俄军成功击落了全部4架无人机，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或损失情况。在袭击发生后，莫斯科西北部的克林市的一座大型仓库起火，浓烟不断升向天空。尽管俄罗斯派出了40名消防员进行紧急救援，但火势依然迅速蔓延。克林市有多个军事目标，其中包括一座空军机场，驻扎着俄军的第92特种直升机中队。此外，位于沃洛克拉姆斯克公路附近的一处建筑群也发生了大火，多个物资被摧毁。俄媒则称，这些火灾可能与乌军的袭击无关，可能是由于氧气瓶爆炸等事故引发的。与此同时，莫斯科的茹科夫斯基机场、弗努科沃机场和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因空袭威胁而被迫采取紧急措施，限制航班起降。不过，机场方面表示，无人机并未造成实质性破坏，并很快解除限制。有些俄罗斯消息人士指出，这是自去年11月18日以来，乌克兰首次攻击莫斯科，令外界关注。而早在2025年1月3日，乌克兰也曾称向莫斯科发射了无人机，这被认为是今年的首次袭击。
1月25日夜，乌克兰无人机再次袭击了俄罗斯的梁赞炼油厂。尽管该州州长声称所有无人机都被击落，但现场的大火表明油罐可能再次遭到击中。这是乌克兰自2024年9月以来的连续攻击之一。过去5个月中，乌克兰已袭击了俄罗斯境内近50个军事与工业目标，包括飞机制造厂、炼油厂以及化工、航空和军事工厂。预计到2025年，乌克兰将继续加强对俄罗斯关键设施的打击，力求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并影响战争进程。战场方面，乌克兰在沃夫昌斯克方向取得小规模胜利，捕获了多名俘虏。关于红军村方向的传言称，俄军突破了第聂伯罗防线，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俄军确实发动了突袭，攻击了红军村以西，距离第聂伯罗州界限约 4.5 公里。但并未打到第聂伯罗。在库尔斯克前线，26日，俄罗斯军队炮击了贝尔丁南部，这表明乌克兰至少控制了该定居点的一部分。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的25日战报显示，乌军已击毙或重伤1720名敌军，俄军伤亡人数突破83万。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交付并未受到美国暂停几乎所有对外援助的政策影响。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他在与摩尔多瓦总统马亚桑杜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做出了这一表态。泽连斯基提到，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任初期曾发布了90天暂停对外援助的某些限制，并指出这些措施的影响还需要时间来评估。然而，他表示，我一直在关注军事援助，感谢上帝，他没有停止。他还强调，西方对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中，大约一半来自美国。据报道，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的负责人科瓦连科也证实，美国正在继续向乌军提供军事援助，这其中就包括了先前批准的军援计划。从科瓦连科的话看，乌克兰在最近几天应该就收到了新的装备。另一方面，美国新任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特使基斯凯洛格宣布，政府将审查用俄罗斯冻结资产为乌克兰购买美国武器的问题。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凯洛格表示，该选项可能是更复杂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该解决方案可以继续援助乌克兰，同时加强美国国防工业的领先地位，为美国企业造福。与此同时，这位前陆军将军强调，除了军事援助外，外交和经济压力对于解决乌克兰战争也很重要。使用俄罗斯资产只是更大难题的一部分，但仍然摆在桌面上作为一种选择。加沙停火协议实施不到几天，哈马斯才刚释放7名人质，局势却再次发生变故。突发消息称，以色列指责哈马斯再次违反协议。根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当地时间1月25日，以色列表示，哈马斯未按协议规定释放人质 Arbel Yahad。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北部重新构筑防线，防止人员返回加沙。以方强调，直到 Arbel Yahad 被释放之前，其他人质不能返回加沙，因为哈马斯已经违约。以色列还向美国等调解方发布正式声明，要求他们敦促哈马斯遵守协议，并尽快释放Arbel Yahad。此外，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在午夜前公开完整的人质名单以及他们的身体状况。如果哈马斯继续违反协议，以色列表示不排除重新启动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并强调由哈马斯承担一切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加沙停火才刚刚几天，经过2轮人质释放后，已多次发生摩擦。甚至在停火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因哈马斯未及时提交完整的人质名单而发动了袭击。哈马斯则指责以色列违约，然而至今他们仍未提交完整名单。外界对人质的情况充满担忧，局势升级的风险加大。与此同时，美国紧急向以色列提供了新的军事援助。根据 Axios 的报道，白宫批准了一项计划，向以色列提供2000磅重的炸弹。这些炸弹在拜登政府期间曾被限制使用。川普政府解除该禁令后，这笔援助计划可能是他与以色列谈判的成果，旨在推动加沙停火。以色列方面确认，五角大楼于1月24日通知他们，
1800枚 Mk84炸弹已经装船，每枚炸弹重达2000磅，具有强大威力，预计将在未来几天抵达以色列。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